我现在在南昌，这是南昌著名的滕王阁。他因为王勃写的那个《滕王阁序》，闻名天下，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吧？中国4大名楼之一，武汉黄鹤楼、山西鹳雀楼、湖南岳阳楼，然后这个南昌的滕王阁，门票50块钱。如果你会背诵全文的话，是免费进去玩啊。但是我看没有几个人能背下来，都是买票上去的。《滕王阁序》中最有名的那句诗是什么？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我已经去过武汉的黄鹤楼了，今天去这个滕王阁转一下啊。先从空中看一下滕王阁，它就坐落在赣江岸边，气势恢宏。因为王勃写的这篇文章让他闻名世界啊，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王勃这个人。王勃是初唐4杰之首，他也是个少年天才，6岁就会写诗，还没有成年就考取了功名。可惜他的仕途不顺利，2次被贬官，他爸也受到他的牵累，他爸被贬到现在的越南那边去做官，所以在他25岁的时候，他就要去越南去看他爸去。走到南昌这里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人家这边刚盖好滕王阁，做这个开业仪式，相当于请了当地的文豪来写文章。本来这边的长官严都督是想让他女婿在会场上出风头呢，就是已经提前写好序了，假装在会场上呢即兴而作。严都督就让参加会议的这些文人说，你们谁有能力写一篇序啊？大家都看出来了嘛，就假装说我们写不了，我们写不了。结果王勃这个人他比较耿直啊，就说那我来写吧，然后就写了这篇千古流传的佳作。当时严都督还很不高兴啊，但是看到他写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，由生气的状态转变成欣赏的状态了，心里感叹这王勃不愧是少年天才啊。王勃写完这篇文章就去越南找他爸了。第2年他又返回的时候坐船，船翻了，很不幸的是王勃被淹死了。哎，英年早逝啊，非常的可惜。从这边开始爬，全都是台阶，爬到最高的那个地方啊，写的滕王阁那里。这里边是有电梯的，但是电梯现在没有开，按那个没反应啊，必须从这里走上去。这是第1层，有一个王勃的壁画，这里面特别大，人也比较多。这后面还有很大的地方呢。这边是滕王欣赏歌舞的这个画面，滕王就是李世民的弟弟，这个滕王阁的创建者。这个是第2层，墙上画的都是江西省历年历代的一些文人墨客，有名的人物，王安石、欧阳修、陶渊明，很多文化名人。然后这边写的是历代的文武状元谱，写在这里光宗耀祖啊。这么多文武状元，我只听过文天祥啊，别的都没有听过。这个是第3层，放的一组唐代的编钟、青铜器。这个就是最高层了，最高层是一个阁楼，这个楼顶挺漂亮的。这上面呢就是挂祈福的牌子啊，我们就是买这个牌子，一个15块钱，挂在这儿祈福用的。这个就是5楼了，5楼也是最高层。哇，从这里就可以看风景了，看一下南昌市的风景。这景色太壮观了，视野很开阔。这边是赣江，那上面是八一大桥。南昌有很多用八一命名的地名啊，还是这些名字，马路、大桥、广场都用八一来命名。这边绿色房顶的地方也属于景区里面，50块钱的门票也包含这边。这边就是南昌的老城区了，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比较破旧啊。再往那边看一下，转一圈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样的。这边有一条河，这是府河，府河最后流入赣江。这个地方就是他俩交汇的地方，修的一个闸口。府河是赣江的支流吧，
这个很宽的就是赣江了，赣江是从南往北流的，最后流入鄱阳湖，最后汇入长江了。赣江上面的船只比较少啊，但是这个江面也是挺开阔的。再往那边走一走，这上面看的人比较多啊。哇，这里视线好，感受一下那个王勃的视角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有没有这种意境啊？来几只孤雁啊，呀，看到一只飞鸟啊，在这里，落霞和孤鹜齐飞，就差落霞了。现在，赣江对面应该是新区吧，那边建设的比较好，都是高楼大厦，那里还有一个摩天轮的，现在好像没有开。对面这个楼啊，是南昌最高楼绿地松子星，303米，这最高层有一个观景平台吧，好像是70块钱门票。我改天上去看一下啊，可以看的风景的。这下面是秋水广场，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喷泉了，现在音乐喷泉，晚上过去看一看。现在疫情期间，好多这个景点都关闭了，这边的视野太开阔了啊。八一大桥，滕王阁就转完了。当年王勃就是站在这楼上，看着这景色，写下了这首诗啊。最后说一下，王勃其实是山西人，山西绛县的，就是运城那边的。运城那里也有一个中国4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，就是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那个楼。王勃还有一句有名的诗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可惜他英年早逝了啊。好，这个滕王阁就参观到这里了，拜拜。现在晚上6点多，灯光打开了，这夜景太漂亮了啊！红墙绿瓦。现在下雨了，哎呀，我要回家了啊！大家看完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江西龙虎山，龙虎山是世界地质公园。这个山很特别啊，大家看远处这个啊，就像是在地上拔地而起一样，突然之间耸立起来这个山啊，还是挺特别的吧。而且这个山是红色的，它是丹霞地貌，很像是天水的麦积山啊。然后它在山中啊有一个这个步栈道，都是悬空这样修建的。我带大家走一下啊。说一下这边的门票，它是门票加车票165，我还买了一个坐那个竹筏子的，一共是230。在这个木栈道上走一走，特别的惊险刺激。它这个步栈道啊，就修在半山腰，下面距地面应该有个20-30米，然后距山顶呢特别的高，就悬在半山腰。它这边的山还是挺有特点的，你看那个山啊，有好多的孔，好多洞，这都是自然形成的。以前古代的人啊，他们去世以后会把棺材放进这些洞里面，叫做悬棺，就是先在山上甩一根绳子下来呀，把棺材吊着，这样装进去。这是这边的一种特殊的丧葬文化。这个景区啊，现在还有这个升棺的表演，下午我去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先在这个木栈道上走一走，感受一下这边的特殊的地貌。大家也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啊。这个你说有恐高的人怎么走这个栈道？看这下面，我走过好多这个木栈道了。上次在天水的麦积山，它也是这种的。景区里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承包了这片景区了。哇塞，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这又有点高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悬空栈道，距下面有多高？目测一下，应该有40-50米吧，我觉得。哇，走在这边上真是提心吊胆呐。他从那边又转过去了，就是绕着这个山头啊转来转去。真是很佩服修这条路的人啊，真是想不明白他们当时怎么修的这个路。你看啊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怎么就能在这半山腰上面修出这条路来呢？太不可思议了。从这个地方看得清楚，大家看一看这个路是修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我就特别纳闷，
这到底是谁修的？我们先不说古代人怎么样修这条路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科技这么发达，修这条路也不是很容易吧？这是怎么弄的？靠搭脚手架吗？还是起重机呢？搞不明白，谁能出来解释一下呀？这种路修的真是绝杀，不得不佩服现在人的智慧啊！再说一下这里为什么叫做龙虎山，它是因为东汉末年那个张天师来这边修炼，他在这边炼丹，丹成龙虎现，说明这个他炼的仙丹威力特别的大，后来就叫做龙虎山了。大家看远处这个山，像不像一只蹲着的蛤蟆呀？特别的形象。然后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景区最有名的，叫象鼻山，像不像一头大象？这是它长长的鼻子在这边喝水的样子，跟桂林的象鼻山很像。平时这个地方肯定是拍照打卡的人非常多，但是今天呀，没有人跟我抢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这里还放了个雨伞，让人在这里拍照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拍照点，它还做了个玻璃这个观景台，哇塞，透明玻璃的，站在这里拍照真是绝了啊！可惜今天没有人帮我拍照，怎么弄啊？这么好的景色，没有人和我分享，分享给我广大的网友吧。这就是一个人出来玩的尴尬的地方啊！碰到好的景色，没有人给拍照。现在你说找个路人拍吧，也没有路人，好尴尬呀啊！本来还是想航拍一下的，但是今天下的毛毛雨，飞不了无人机。哎呀，就这样吧，去下一个景点，做竹排啦！哎呀，8个人的船，一个人包船了。主要是今天下雨，人少，再加上这个疫情，疫情期间它就人少，应该放首那个歌啊，什么小小竹排江中游啊。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，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。革命重担挑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。小小竹排江中游。大家好，每天一个景点，今天到江西灵山去玩一下。可能是因为江西上饶这边有名的名山大川太多了，都显不出这个灵山来了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山。今天咱们进去玩一下啊！走，这边是售票大厅。现在门票价格95，索道往返的135。还有一个套票呢，就是门票加索道是195一个人。来，坐索道上山。现在我是有索道就肯定要坐啊，实在是不想爬山了。这个索道全程2.8公里呢啊，它的海拔提升800多米，建议大家还是坐索道上去吧。把主要的体力啊留给在山顶去看风景，因为山顶有一个8.5公里的环路呢。这里还可以看到当地人开垦的梯田，这个山上的树木很茂盛的啊。除了索道呀，还可以免费领一个登山证啊，因为山上台阶多嘛，就是一个竹竿啊。下缆车以后，先在这里拍张打卡照啊。在灵山很想你。这边的栈道也是修建在悬崖边的啊，边走呢边可以欣赏着山下的美景。哎呀，风景不错呢。
山顶的步栈道一共8.5公里，它是一个环线，可以绕着山转一圈的。这个山上它的特点就是奇石很多，我们看一看它有些什么样奇怪的石头。看后面这个石柱就是景区的核心景点，这个叫雄霸天下，也叫一柱擎天。这个景点啊，看大家看像什么？这女生看了羞答答，男生看了乐哈哈。不能说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。哇，这个角度太像了。又有一块象形石头，看这个叫金龟望月，你看像不像乌龟呀？乌龟的头高高的抬起来，朝着天空。哦，在这山顶上发现一只兔子，看这个，兔耳朵、兔嘴、兔尾巴，哇，这个更像呢。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个石头像不像2条鱼在接吻呀？这个叫做双鱼对吻，上面的鱼大一点，下面的鱼小一点啊，一个鱼妈妈，一个鱼宝宝。看前面栈道下面这一块石头，这像不像一个大象的头呀？这是它的鼻子。前面正好有一个松树嘛，所以起名叫做小象细松。这是象眼睛。快看我身后这个大山，哇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就感觉特别的壮观。你看这个山峰，这个石头这么巨大，然后这个山峰啊一直绵延到那边去。你看这个蜿蜒曲折的，这个叫中华龙脊，感觉是一个龙的脊背，果然是非常的壮观的。龙的传人在这里拍张照。这山上栈道确实挺长的啊，8.5公里呢，围着这个山转一圈，走的还是挺累的。不过风景特别好啊，小胖快看前面那个像什么呀？像什么？像云端啦！像云端，山那边，海里面。来看我身后这个山峰，这就是灵山最高峰啊，天梯峰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上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达山顶，从远处看呀，就像是攀登天梯一样，所以叫天梯峰。但是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啊，这个灵山的范围特别大，我们去的这个景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来，我们要往这边走了，风景绝了啊！看这个松树，挺有特点的吧？哇塞，快来这边看，小胖，你看看这个栈道修在什么地方？修在这个半山腰，确实像在云端栈道一样，距那个地面啊有个200-300米呢，好长呀，好壮观呀。后山的栈道更平缓啊，哇，这边的山呀都是这种形状的，你看，感觉特别丝滑，是这样流水状的啊。感觉风啊从这底部吹上来，把山吹成这个形状了，很特别呢。这后山还有一段玻璃栈道呢，哎，往这里往下看，有个100-200米吧。啊，不过我天天走这玻璃栈道已经没啥感觉了啊，随便走，闭着眼睛走啊。沿着这个悬崖栈道走啊，哇，转过这个弯以后，看这个美景呈现在眼前了。看那远处巨大的花岗岩，这栈道一直通向那边啊，走。快看下面那个石头，就叫龟蛇合体，那里有一个乌龟，旁边它的背上趴着一条蛇。龟蛇合体的寓意啊，就是玄武，南朱雀北玄武啊。那个玄武就是主管北方，这个叫金蝉送蝉呀，看这里像不像一个青蛙呀？听取蛙声一片啊。这个景区主要就是看这些石头呢，看像各种形状啊。对，那个也像焖皮。再看这边的石头，
这个叫蛤蟆观天。你看，蛤蟆蹲坐在这里，脸朝上啊，也叫做坐井观天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，正在看天上的天鹅呢。看这块石头，像不像一个小老鼠呀？这是老鼠头，这个叫老鼠偷油，因为它正趴在这个油缸上面。快看这里，这山顶上还有这种星空泡泡屋呢，全透明玻璃的啊！哇，这里面只能放一张床，放不下别的东西。啊，晚上住在这里看星空挺不错的哈，要不要住一下，小胖？不住。天空之镜，哇，这面镜子真的好大呀，在这儿可以美美的拍张照片，但是需要一点拍摄技巧啊。我们就简单随便拍点吧啊！哎，往这下面看。整个山我们就转完了啊，一共用时5个小时左右。这山顶的栈道虽然长，但是它台阶比较少啊，大部分都是这种平缓的路，所以也不怎么累啊。而且山顶的风景确实很棒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坐索道下山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！一天旅游一个景点，今天我们到了江西著名的三清山了啊，世界地质公园，维基景区，道教名山啊。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索道啊，我们直接坐索道就到山顶了。先去那个买个门票去。这边是售票处，现在门票啊120，索道上下的往返125，加起来就是245啊。坐索道直达山顶啊！这个索道挺长的啊，一共是2400米呢。我们坐的是从东门的金沙索道上来的啊。下索道了，哇，这山顶好多旅游团啊，人特别多啊。下索道了以后，往右边走啊，去看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走这边。开始沿着悬崖栈道在走啊，这是绝壁栈道。你看后面这个峡谷好深啊，一边是绝壁，一边是深谷啊。然后这沿途啊，树木很茂盛，特别凉快啊。快看前面的山上，像不像一个骆驼呀？这是骆驼的头，这是它后面的驼峰，很形象啊。这边的人是最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清山的核心景点了，巨蟒出山，就是前面这个石柱啊，看像不像一个大蟒蛇呢？这个是它的蛇头，你看啊，大蟒蛇，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，哇，直上直下呀，这个山峰120多米高呢啊，这是一整块的花岗岩，大自然的杰作啊。屹立在这里已经上亿年了，然后在它的旁边看这个山峰，看这个山的顶部像不像一个猫啊？这个猫啊扭过来脸看着这个洞，因为这洞里面藏着一个老鼠，它在等待这个老鼠呢啊，也是挺有意思。还不止这些呢啊，然后再转到这边看，看对面这个山峰像不像一个财神爷呀？坐在这里啊，这是三清山的财神爷。大家来到这里呢，要拜一拜财神啊！这里能看到巨蟒峰的全景啊，看巨蟒，巨蟒出山，寸草不生。这个巨蟒峰直上直下128米啊，小胖你能相信吗？以前呀，居然有3个人爬到这个巨蟒山的山顶去了，他们呀带的那个钉子、电钻、绳子。在17年的4月份凌晨的4点钟啊，然后爬这个山，把那个钉子打到这个山体里面去了啊，对这个山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了。因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嘛，就是那个钉子不能拔出来，所以钉子就永远留在这个石头里了。后来这3个人被法院判了啊，不光要坐牢，还要赔款，赔了600万呢啊。打了26颗钉子，赔了600万，平均1颗钉子就是23万啊。真是让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！大家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地方，
玩，一定不要破坏这种生态环境啊，尤其是这个景点的核心景区，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看前面这个石头，就是三清山第2大核心景点东方女神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女士呀？穿婚纱的一个短发女士啊，因为她在三清山的最东边，每天早上呢都能看到日出的第一缕阳光，所以又叫她东方女神。哇，越看越像啊，尤其是她的短发。走到这里必须得看一下地图了。我们是从东门的这个索道上来的啊，直接就看了三清山标志性的景点巨蟒出山和东方女神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打算沿着这条路走啊，往南门方向走。南门这里也有一条索道，我们会先经过杜鹃林、马头石去看一线天，然后经过南门呢，我们再从这边转回来，经过葛洪县丹，然后转回杜鹃岭来，因为我们晚上住这里，明天早上看日出。今天呢，等于是走一个小环线啊，然后明天呢，我们走这边的大环线。这种安排非常完美。在这个上面能看到一个绝世美景，一定要带大家看看啊！走到这个最高峰，哇哦，别眨眼，就是对面这个山峰。哇，大家看，它有上百个这个石峰组成啊，每一个呢都是积极向上这种感觉啊。人民大会堂里面有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的画，就是在这里画的啊。哇，看看这种景象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。对面的这个石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啊，就是这里，大家仔细看它这个形状，这个女生看了会羞羞，男生看了乐哈哈，不能说的太多啊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身后呢，这个就是铡刀石啊。为什么是铡刀石呢？因为它顶部是分开的，特别像我们就是东北铡大葱的那种大铡刀似的。狗头铡、虎头铡、龙头铡嘛。我们那是铡菜的。前面这个石头叫做马头石，你看啊，这个像它的头，这个是眼睛，这也是垂直节理的柱子啊。从这儿看一下示意图就知道它像不像码头了。再看看这个实物，对比一下，发挥想象力啊。我们现在走到一线天了，哇，这个道路非常的陡啊，而且特别的长。你看啊，两个石头中间夹出来的一条路，抬头看天啊，就是一条线。大海老师，我被卡在这儿了。你说明你该减肥了。这个地方真的确实只能一个人通过，真的好窄呀！哇，这里风好大，越窄的地方风越大呀。现在我们走到南门这里了，你看这里啊也是群峰环绕啊，这里有个山庄也可以住宿。然后那个地方呀就是南门上来的索道，我们是从东门上的啊。从这个南门上来呢，不管你是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，都需要爬台阶呀。哇，台阶很高的。本来以为黄山的台阶就够多了啊，但是这个景区台阶也是不少呢，而且都特别陡啊。看一下这个山顶上啊，这山顶上像不像坐的一个道士呢？他手里捧了个药葫芦，这个叫做葛洪献丹。葛洪是一个道教人物啊，他就是炼丹的，只是炼好丹药了，要献出去啊。今天我们就住山上啊，杜鹃谷。住山上的好处就是早上可以看日出，这上面风景也不错呢哈。然后这里面啊也可以住那个帐篷。然后我们是住后面这个房间里面，看还是挺好的哈，好几个帐篷呢都可以住，就在这个五指峰底下呢啊。我们住在2楼，这边，
哇，房间里很暖和呀，但是房间没有卫生间啊，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。那里有一个，那个是暖气嘛，吹热风的空调，电视什么的比较简单啊。在山顶能住这个房间已经很不错了。小胖累了吧？非常累。今天又是走了1万多步啊，赶紧休息一下。明天早上呢，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就可以看到日出啊。这里就是日出的方向。哇，他们住帐篷的晚上还很冷的，现在已经降温了。这边也有搭帐篷的啊，这里就在那个玉台下面呢，人家这里的位置更好，明天直接看日出啊，不用爬山。这个角度搭帐篷最好了啊，这是背风的地方。你看这后面这个房子正好挡风，那个地方搭帐篷不好，因为那个栏杆晚上风挺大的。既然碰到落日了，那我们就在山顶欣赏一场1500米海拔的日落吧。你看这个太阳啊，来，小胖手势准备，用你的双手，托起太阳来，单手托，来个双手的，好，来个那个的，换发波。对，这发光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剪影。等等，我把你这个太阳放到你手心里，哎呀，完美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望仙谷景区了。这个地方目前是江西最火的一个网红景点啊，但它是人工打造的，花费了26个亿呢。在这个大山里面修建了一个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啊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地方人气很火爆，你看这人有多少？来，这边先买个票先，看看门票价格先。正常价是140，现在呢优惠价，周一到周五是100，周六周日是120。检票进来了，这个景区位于一个山谷当中啊，有山有水有瀑布，还有这个很漂亮的桥。哇，这里环境很好啊，山清水秀的。沿着这个栈道一直往前走，从这里转个弯就到了景区最核心的景点了啊。哇，快往那个上面看，就是那个悬崖边有好多房子呢。哇，好壮观呀！这是悬崖民宿啊和酒店，还有悬崖边的咖啡馆、悬崖图书馆。为啥要把这房子建在这悬崖边呢？这样才吸引人嘛啊！然后再用这些栈道啊，把这些悬崖民宿都连接起来。你看看是不是又很有中国风啊？像不像仙侠世界？感觉在这里啊可以御剑飞行呢。这悬崖上面最高的地方建了一个观景阁楼，现在到这个地方去看看风景啊。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还有瀑布呢，好凉快呀这里。没想到啊，这个景区很多惊喜的景点啊，这里拍照也很美呢。哇，瀑布的水量好大。从这山上流下来啊！这里不只是一条瀑布啊，2、3条呢。瀑布的水都溅到我脸上了。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最漂亮的啊！你看这个栈道，它是之字形的啊，这个回廊。那个住宿的在山顶呢，这里拍照很漂亮啊。南方吊脚楼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是个3岔路啊，可以上可以下。这个栈道确实是人有点多，有点拥挤了。不过栈道上的景色却是非常的棒啊！看刚才望仙谷那个桥，还有对面的3个瀑布，哇，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啊！那个瀑布的水啊，居然是上面流下去的，这是一条河。这条河应该也是人工挖的啊，在这悬崖上挖出来的河，跟红旗渠似的。哇，看这个山谷里面的路，弯弯曲曲的啊，太壮观了。我跟你们找来了嘛？哦，再往上走就是住宿区了，游客就不让上去了啊，游客只能从这里下去。再往上的话得刷人脸或者刷房卡呢。哇，上去正好就可以住到那个悬崖酒店里面啊。
你看它这里挑出外面这么长一截呢，哇，住在这里是什么体验呢？晚上一推窗就可以看着窗外的这个景色啊，花好几千住这个民宿值不值呢？现在我已经走到最高处了啊，这个观景的阁楼这里，到这里去看看全景，哇，还可以上2楼看景呢。这里是整个景区里面地势最高的地方啊，哇，从这里的窗口望出去，哇，果然是一览无余啊，这个景色。那边是入口啊，从那里走进来的。再往这边看一看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多地方呢，还没去那里呢。那里房子也是很多啊，你看这种屋檐一层一层的，很有仙侠的感觉吧？真不愧是大手笔投资啊，26个亿打造的这个景点。在这里拍一个游客照，大家知道吗？以前这个山谷里面啊是一个采石场，后来那个石头采完了就废弃了，后来被一个老板看中啊，就投资这么多钱，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景点了。哇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个老板的眼光这么独到啊，确实是大手笔、大投资啊。从这儿能看到那个楼的全景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后面来了。今天晚上呀，我们也住在景区里头，然后在这里办入住啊。民宿中心，这是大厅。房间价格，这里全是住宿的酒店啊。我们房间开好了，现在去房间的路上。看那个玻璃栈道，我们还没到玻璃栈道。这边的房间啊，高低错落有致，也是徽派的这种风格感觉。哦，这个是马头墙，确实是徽派建筑啊，很干净的这种民宿区。我们就住这边了，看看房间里面挺宽敞明亮的吧，装修也挺好。这边是洗漱区，这边是住宿区啊，一个大的落地窗，但可惜这个窗户啊是靠墙的，外头是一堵墙啊，这个比较遗憾。反正房间还挺大的啊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欢迎水果，这是冬枣吧，还有一些青豆之类的小吃，然后还有百岁山的矿泉水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加湿器还是什么呀？还可以烘干衣服啊，空气净化器呢，这是多功能的啊。2个浴袍，这边是洗漱区啊，还有一套茶具呢，可以烧水喝。手巾、香皂。牙膏之类的啊，牙具。这个马桶间，哇，是带这种自动冲水功能的啊。淋浴间，好，房间就是这么大了，1000多呢啊，这个房间。晚上我们去那边逛一逛啊，那边是小吃街，走吧，小胖。晚上灯光亮了，我们去四处转一转。晚上出来看夜景了啊，灯光都亮了，哇，这个河边的夜景太美了，看这个灯光美轮美奂的啊。远处那个是山顶上啊，那个观景的阁楼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河边呢，你看看这个两边的夜景。这边是住宿区，也是小吃一条街。晚上这边很热闹的啊。那边是游览区，这边是住宿区。在原地就可以参与。我们现在在一条桥上呢，对面啊还有演出，许多手抽筋，好热闹呀！谁都能参与啊，拿取。开始篝火晚会了啊！最中间点的篝火，哇，外面围了一大圈人啊，我都挤不进去了。看看里面正在舞蹈呢。这也太热闹了，看这外头有多少人呢？啊，围了好几层，真的挤不进去啊。
这边是小吃一条街，哇，从这里看过去啊，这个灯火辉煌，一直可以看到山顶的那个阁楼。看看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啊，正好可以在这吃个晚饭啊。这两边酸辣粉、铁板豆腐，牛肉啊什么的，吃个牛肉饼，现做的。这边有个南昌拌粉瓦罐汤，这个店，我喝一个这个瓦罐汤啊。这个汤，这瓦罐是在这大缸里面做出来的。小胖吃的拌粉，我吃的这个乌鸡汤，乌鸡红枣桂圆汤。作为山西人，必须得倒点醋。哎呀，好像有点多了。我还头一次见到喝汤隔醋。来，然后我吃的牛肉饼啊，然后再来个汤，完美。哇哦！哇，太好喝了，非常好喝。你看，他们这都是现装的啊，先把料装进去，然后再放在那个大罐里面去熬，熬好几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在江西，今天要去龟峰玩。但是小胖不去啊，只有我去，因为他要走了，我们要分开了，各玩各的。这次和他不到1个月时间吧，好聚好散吧。今天心情很不开心，就这样吧，我去景区玩去了，拜拜。已经到了龟峰景区门口了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该说啥了，拖着行李箱到这里了。我现在把行李箱存在那个游客中心吧。今天去这个景区逛一逛，虽然心情很不好，但是也进去逛一下。还是得赶紧调整一下心态，介绍一下这个景区啊。为啥它叫龟峰呢？因为这里面的山非常的奇特啊，有很多长得像乌龟的，所以得名龟峰。然后这进去以后，沿着这些栈道走，就是观看这些奇石。然后走到这边呢，可以坐船游览，正好可以转一圈啊，不走回头路。现在我就进去吧。现在景区的门票60，然后游船80，观光车20，保险5块，一共是套票1人160啊。检票进来，先坐观光车。经过了第一个景点神龟迎宾，这个山啊就像一个乌龟一样。现在到了一个核心景点了啊，看前面这个山峰，这叫老人峰，像不像一个老人坐在这里呀？你看他的衣服比较宽大啊，脖子比较细，然后他正在看着山顶的那个乌龟呢，这是3叠龟，你看像不像3个乌龟叠在一起呀？然后再往这边看呢，这是五指峰，你看大拇指和4个手指啊，五指峰。然后再看向那边，那个山顶上也趴着一个小乌龟，就是这里。哇，这个小乌龟很小啊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了。现在顺着栈道往上走啊，这个栈道也是在半山腰呢。看这下面也挺高的啊，到上面去观景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刚才的乌龟迎宾了。你看，这是龟壳，这是它的脑袋。哇，站在这个角度看才像呢啊！刚才在电瓶车上都看不到这么完整。这里的视野好啊，看这个山里面巨峰林立，这些树木青翠欲滴啊。这里看得真远。然后从这个位置我们往这里看，这个是童子拜观音。你看童子是下面这个，观音啊就是这个山。
童子拜观音。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老人峰的背后啊，从这个背后看，它像是一个女孩背的背篓啊。这就是各种角度不一样，你看到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。你看这里的山全是这种红色的啊，这都是丹霞地貌。你看这个丹霞呢，它就是疙疙瘩瘩的，有好多那些小的孔啊、洞啊的啊，因为它不平整，这种地貌它就比较疏松。你看好多的洞啊，从这里看得清楚。这感觉流水呀、风化呀，很容易就把这个冲掉了。现在走到一线天了，哇，看看这里的这个是不是一线天？抬头向上看，那天空呀，就是一条线，非常形象了。我之前走过很多一线天了，这个没有多长啊，只有20多米，一下就走过来了。这有个孙悟空的金箍棒。因为这里以前啊，86版的《西游记》在这里取过景啊，外景拍摄地。你看它这个栈道，正好修在这个凹回去的地方。这个景区没啥游客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走呢。哎呀，走在这个栈道上提心吊胆的，我都不敢往这个边边上去靠啊。看看这外面吧。太吓人了，赶紧回来。看这个景点有意思了，它叫做少女之村。抬头向上，男人看了笑哈哈，女人看了羞答答。哇哦，就是这个呀，这个叫少女之村呐。哇，好神奇呀，羞答答。对面这个山峰啊，也像一只乌龟，超大型的乌龟啊。但是看着也像骆驼，到底像啥呢？大家看一看，这个确实是叫骆驼峰呢。它是整个景区里面海拔最高的山峰，但是只有486米。这里整体上海拔都不高的啊。在这儿吃碗泡面，再吃个石头饼啊，石头饼我自己带的。你看这种的。带点这个小零食啊，这就是我的午饭了，简单吃一点。到这个金钟峰上去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山峰特别陡峭啊！你看它这个栈道呢，还是修的这个样子的。还好我现在吃了碗泡面，有体力了啊，现在就爬上去看一下。这上面是个大的观景台，不上有点遗憾啊，上的话又有点费腿，好难选择呀。快到山顶了，这上面是没有栏杆的啊，只在这个边缘画了几条线。哇哦，这山顶的视野好宽广啊！那边有个湖啊，一会儿走下去就在那边坐船。哇，对面就是骆驼峰，然后转到这里，这个叫做南天一柱、乾坤一柱啊，雄霸天下，跟我昨天去的灵山那个雄霸天下很像啊。然后在山顶呢，俯瞰一下下面的村庄、森林，远处还有一条河流。哇塞，这个景致真绝了啊！天上的这个白云。哎呀，今天心情不好呀，登到这个山顶还能开阔一点啊，真棒！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登高望远吧。哎呀，烦恼消除一大半了，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，摇摇头，把烦恼甩出来。有点要发神经了我。现在要去最高峰骆驼峰了，在这个栈道上走的呢。哇哦，拐过这个弯来看前面的栈道才叫个壮观呢。距那个山顶这么高，再看看距山脚也有那么高。哇，这一段就比较吓人了吧。还好这一段风景不错啊，还是挺累的。哎，紧接着就是一段玻璃栈道，还不够吓人吗？还要搞一个玻璃栈道。哎呀，确实是
挺高的。不过对于我这个户外博主来说，我已经走习惯了啊，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哎，有个100-200米吧，这个栈道还蛮长的。别的景点啊，这种玻璃栈道还要另外收费的。这个景点是免费的啊，免费走。从玻璃栈道走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做鲤鱼背。哇，这两侧都是悬崖，大家看，这地形很像是湖南郴州那个高夷岭啊。高夷岭有个刀背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上面特别窄的一条路，还好这栏杆够高啊，不然这山谷里的风很大，我感觉都要吹下去了。顺着这条路啊，就可以走到那个骆驼峰的顶端，但是这里有个门给关住了，可能是这条路太危险了吧，就不让人过去了。然后现在从这里返回啊，刀背山、鲤鱼背，这边也依旧是刀背上行走的感觉啊。哇塞，这种感觉特别的奇妙。这里有个竹竿拦着呢，我到前面看看去，探探路，给大家探探路啊。哦，这边的栏杆就更高了，它是用这个人工修了一个路上来啊。这条路是人工修的，铁栅栏的，可以一直往前走，走到湖边去坐船，然后就回了游客中心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条路呢，这是以前的路啊，在这个石头缝里开凿出来的，两条路可以选。哇，好危险呀，这条路。到这里为止，山上的景点就转完了，现在下山去坐船。上船了，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啊。坐这里吧，这个位置好。这里有个熊大、熊二，这个是熊二吗？熊大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呢？在这个山顶上，这个叫乌龟拉火车啊，这是乌龟的头，后面一节一节的，这是火车车厢。拉近一点镜头看，像不像？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是最大的一只乌龟啊！哇，骆驼峰就是乌龟的头，这个是乌龟的身体，这是最大的一只乌龟了。对。整个景点就转完了，转了有3-4个小时吧，景色还不错啊。